我要用莲藕和酪梨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台湾的莲藕季在5月到6月，这时候呢，一直到10月底都是莲藕的产季，开始可以在菜市场看到新鲜的莲藕了。今天来分享莲藕夹素肉饼，也同时分享简易版的未来肉泥做法给大家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透过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订阅是免费的，那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现在我们就来用酪梨和莲藕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首先来准备未来肉泥的食材。黄豆这里的分量是50克，把黄豆先拿去清洗。黄豆洗好了，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高，可以取代肉类蛋白质。水的分量大概是黄豆的1:10，水一定要够多。等下黄豆会吸饱水分，水就会变少了。大概泡5个小时以上。再来准备红豆30克，先拿去清洗。红豆洗干净了，一样也是放入1:10的水，把它泡5小时左右。红豆属于淀粉类的豆，吃进体内会代谢成葡萄糖，使血糖上升，产生热量。所以我放一点点进来，让未来肉泥有红色的天然色素。再来准备半个米杯的10谷米，我洗干净了，大概洗2-3遍。现在放入6分满米杯的水。平常的10谷饭，我喜欢吃偏软一点的口感。如果喜欢吃硬一点的，可以放半杯的水量，依照个人喜好的软硬做水量的调整。来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莲藕准备2节，把莲藕的皮削掉，切成薄片。莲藕含有维生素 C 和铁质，莲藕的维生素可促进体内废物迅速排出，净化五脏血液。莲藕跟莲子一样，都是消暑圣品。莲藕也可以制成莲藕粉。但因为40-50公斤的生莲藕才做得出1公斤左右的莲藕粉，所以价格当然不便宜了。说到莲藕粉啊，它可以拿来做甜点汤品，也可以拿来做勾芡使用。把莲藕放入碗中，准备3个香菇角，把香菇角切成短一点的条状。香菇角在素食材料行可以买得到，如果买不到的朋友，可以用一般市售的香菇。把角切下来，这样子切也是可以的。把香菇角放入盘中，把毛豆剥开，取出里面的毛豆。去壳的毛豆分量准备50克。毛豆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，所以不吃肉还是可以从植物中摄取到蛋白质的。红豆已经泡5个小时左右了，沥干水分之后放入一个耐热的盘中。黄豆一样，沥干水分放入盘中，都泡好了。现在放入过滤水，有浸泡到它就可以了。来拿去蒸，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现在来处理酪梨，把酪梨切开。种子取出来后，外皮剥掉，把酪梨切片。酪梨也是属于蛋白质含量高的食材。把酪梨放入盘中，红豆和黄豆蒸熟了，把水分沥出来。
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，今天我就要用这台荷兰公主多功能食物处理机来打碎。把黄豆和红豆放进来，十谷饭放进来，素香菇角还有毛豆仁通通放进来。再来放入5颗的核桃，香油1汤匙，盐1茶匙，白胡椒粉1茶匙，二砂糖1茶匙，1茶匙的龙舌兰蜜增香，孜然粉适量。盖上盖子来打。旋钮这里有顺转、1段、2段3种段数选择，我先用顺转，让食材在瞬间切碎，再来选择2段，加快速度打成泥状。已经打好了，变成泥状了。你们看这台可以打得这么细，因为它有400瓦强劲马力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选这种有过热保护装置的，它过热停机可以延长马达寿命。这样我们的未来肉泥就完成咯。我们的未来肉泥已经打成泥状了。现在用为同一台机器，也可以切成片状。要来切小黄瓜，刚刚小黄瓜放下去，很快的几秒钟，小黄瓜片就从这里掉出来了。它可以刨丝、切片、搅碎、混合食材4种功能。取一片莲藕，取一些未来肉泥，薄薄的一层，先抹在莲藕上面。再取一片酪梨，放在上面压一下，再来盖上一层未来肉泥。未来肉泥铺上去之后，给它整理一下，再盖上一片莲藕，压一压，让它粘起来就可以了。莲藕酥肉饼做好了，现在来放玉米粉，先放2汤匙，接着把莲藕酥肉饼都裹上玉米粉，接着把多余的粉拍掉，现在就拿去准备煎咯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莲藕放进来煎。莲藕放进来，一开始先不要推动。现在大概过了1分钟，我们来翻面看看，差不多了，可以翻面。胶感还没出来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翻回这一面。让它煎出胶感。不定时的翻面看看，继续再让它煎。这个边缘有胶感了，再煎一下会更香。豆已经煎成焦黄色了。可以取出来，
超级香的。来试吃莲藕素肉饼。莲藕脆脆的，然后这个未来肉泥好绵密哦，粉粉的感觉，很好吃。我还咬到了那个酪梨，滑滑的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太美味了。那个肉泥呢，这样子做就是简易版的未来肉泥，大家也可以做成素排的形状，两面煎一煎，可以夹汉堡。这莲藕好清脆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咬的声音，脆脆的。这次用这个荷兰公主的食物调理机来打这个素肉泥，肉泥真的很细致。那相关的资讯呢，我会放在影片下的说明栏，大家可以点开来参考看看哦。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food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